活在当下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F.C.K 是由马克·曼森 Mark Manson 撰写的畅销书，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书中的主要观点如下：不要无脑追求幸福。曼森认为，人们过度追求幸福和正面情感，实际上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痛苦。他建议我们应该停止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更加专注于重要的价值观和目标。有选择的关心。书中提出了有选择的关心的概念，即不是所有的问题和事情都值得我们的关注。我们需要明智地选择我们关心的事情，避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曼森认为，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法完全避免。相反，我们应该接受痛苦，学会处理它，而不是试图逃避或否认它。找到真正的价值观。书中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曼森建议我们花时间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为这些价值观而努力，而不是盲目追求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不断成长。书中强调了个人成长的必要性。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更好地理解自己，接受有限性。曼森提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都会面临死亡。这一观点鼓励我们珍惜当下，并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时间。行动胜于空谈。书中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不仅要思考和谈论改变，还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变化。总的来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如何更加聪明地选择我们关心的事情，更好地理解自穿并接受生活的痛苦，以及如何寻找并追求真正的价值观。通过这些观点，作者希望帮助人们过上更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马克·曼森在《活在当下》中强调了不要无脑追求幸福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幸福和情感满足，强调了以下关键观点：幸福不是永恒的状态。曼森认为，幸福并不是一个永恒而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情感。当我们过于强调要时刻感到幸福时，很容易会陷入情感的起伏中，因为生活中难免会有困难、挫折和痛苦，忽略了负面情感的代价。曼森指出，如果我们一味追求幸福，忽略了负面情感，就会忽略了它们所带来的重要信息。负面情感，如焦虑、沮丧和愤怒，通常是我们需要面对问题、做出改变或者调整生活方向的信号。如果我们一味地去避免这些情感，就会失去了它们可能带来的成长机会。有害的积极思维。书中批评了过度强调积极思维的趋势，认为它可能使人们更加不满，因为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时，他们可能会责怪自己没有足够的积极思维。曼森建议人们接受现实，包括其中的负面情感，而不是试图通过积极思维来掩盖问题。选择关注的事情。关键是要明智地选择我们关心的事情。曼森提出了有选择的关心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将关注点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而是要集中精力关注那些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相关的事情。通过选择性的关心，我们可以更好地分配精力，不会被琐碎的问题所困扰。总的来说，曼森的观点是，追求幸福是正常的，但我们应该以更加明智和平衡的方式对待它。不要无脑地追求幸福，
而是要接受生活中的负面情感，并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以便过上更加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马克·曼森在《活在当下》中提出了有选择的关心的重要概念，这一理念强调了人们应该更加明智地选择他们愿意关心和投入精力的事情。以下是关于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优化精力分配。有选择的关心意味着我们应该精心选择我们的精力投入到什么事情上。生活中有无数的问题、挑战和诱惑，但并不是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的关注。通过选择性地关心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确定个人价值观。为了有选择的关心，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指导我们决策和行为的原则和信仰。通过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判断哪些事情与这些价值观相符，哪些与之相抵触，从而决定关注和投入精力的方向，避免无谓的烦恼。许多人容易在琐碎的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有选择的关心的理念提醒我们，如果一个问题或事情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不为它烦恼，而是将精力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避免社交比较。社交媒体和社交环境往往让人们陷入不必要的社交比较中。有选择的关心建议我们不要过度关注他人的生活，不要试图与他人竞争或模仿他们的成功。相反，我们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不让社交比较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决策。更自主的生活。通过有选择的关心，我们变得更加自主和自主的生活。我们不再被外部因素或其他人的期望左右，而是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然后有针对性地追求这些愿望。总的来说，有选择的关心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应对信息过载、社交压力和焦虑的有力工具。它鼓励我们更加明智地决定将注意力和精力投向哪些事情，以便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减少不必要的烦恼，提高生活的质量。马克·曼森在《活在当下》中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涉及到对生活中的痛苦和挫折的理性看待，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情感。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曼森认为，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寻求幸福和舒适，生活中的痛苦和挫折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经历失败、失望、困难和痛苦，这是生活的本质之一。接受负面情感。这一观点鼓励人们接受负面情感，包括沮丧、愤怒、焦虑等等。这些情感是正常的，它们是我们情感体验的一部分，不应该被视为不正常或有害的。当我们试图逃避或否认这些情感时，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困扰和痛苦。痛苦带来成长。曼森认为，痛苦和挫折可以成为我们的成长机会。通过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有机会学到更多，发展更强大的应对能力，并更好地了解自己。在痛苦中，我们可以找到内在的坚韧和智慧。不要试图逃避痛苦。书中提醒人们不要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痛苦，如沉溺于消极习惯、药物滥用或过度工作等。这些逃避行为可能会暂时缓解痛苦，但通常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和痛苦。
调整态度。曼森建议人们调整对痛苦的态度，而不是将其视为灾难。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生活中的一个常态，一种机会，以更加理性和坦然的态度来应对。这种态度调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困难，并在逆境中找到坚强。总的来说，这一观点敦促人们在面对痛苦和困难时保持坚韧，接受负面情感，不试图逃避，而是积极地应对，以便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实现内在的成长。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教会我们很多有关自己和世界的重要教训。在活在当下中，马克·曼森强调了找到真正的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是书中的一个关键主题。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价值观的定义。价值观是指对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和信仰的个人看法，它们反映了我们认为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我们认为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价值观对我们的决策、行为和生活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确定个人价值观。曼森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思考和明确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找到真正的价值观需要自省和深思熟虑，这包括思考自己认为重要的品质、原则和目标，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自己有意义。不被社会定义的成功所左右。社会往往会对成功进行定义，通常是以金钱、地位、名誉等外部标志为基础。曼森认为，如果我们盲目追求这些社会定义的成功，而忽略了自己的真正价值观，就可能会导致内心的空虚和不满。找到真正的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不被社会的期望左右，而是追求对自己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寻找生活的方向。当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价值观后，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生活的方向。我们可以设定目标，制定计划，以便与我们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生活。这有助于增强内在的满足感和生活的意义，减少焦虑和决策困难。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减少焦虑和决策困难。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更容易做出与之一致的决策，不再感到不确定或纠结。过滤决策。价值观也可以用作决策的过滤器。当面临选择时，我们可以评估不同选项是否与我们的价值观相符，以便做出更有意义的选择。总的来说，找到真正的价值观是关于深刻理解自己，明确自己的信仰和原则，然后将它们引导到生活中。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过上更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远离盲目的成功追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动机和愿望，以及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是活在当下中的一个核心理念，旨在帮助人们找到生活中的真正方向。马克·曼森在活在当下中强调了不断成长的重要性，这是书中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意识到成长的必要性。曼森认为，生活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因此，人们应该意识到成长的必要性，以适应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学习是生命的一部分，不断成长的过程通常涉及学习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和技能。书中强调了持续学习的价值，不仅有助于个人成长，还可以提高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的能力。接受失败和挫折。不断成长需要接受失败和挫折。曼森鼓励人们不要害怕失败，
而是将其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通过反思失败和找出教训，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自我改善，书中提出了自我改善的观点，这意味着主动努力变得更好。这可以包括改进技能、提高健康、发展更强大的人际关系等。自我改善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满足感。持续设定目标，不断成长的过程通常涉及设定和实现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职业上的、个人的、学术的或者其他方面的。通过追求目标，人们可以保持动力和方向感。自我认知和内省，了解自己，包括弱点和强项，是不断成长的关键部分。内省有助于个人成长，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改进自己，并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目标。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成长还涉及到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意味着人们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学会在不同环境下取得成功。总的来说，不断成长是关于持续进步、学习、自我改善和适应生活中的变化。这一观点强调了生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积极参与其中，并努力变得更好。通过不断成长，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实现个人潜力，提高满足感，以及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在活在当下中，马克·曼森强调了接受有限性这一观点，这是书中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生命有限，曼森提醒人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终将会结束，这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这一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珍惜时间，以及更好地利用它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重要性和优先级，接受有限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识别重要性和优先级。因为生命有限，我们需要明智地选择我们的活动、关系和目标，确保它们与我们的价值观相符，不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减少焦虑，当人们接受自己有限的生命时，他们更有可能减少焦虑，因为他们知道不必要的担忧和忧虑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放松和享受当下，珍惜当下。接受有限性有助于人们珍惜当下，因为明白时间有限，人们更有可能专注于活在当下，感受并欣赏生活的每一刻，而不是不断地担心未来或过去的事情。创造意义，有限的生命也激励人们去创造意义。了解时间有限可以激发人们更深刻地思考他们的生活目标和遗产，以确保他们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和他人有积极的影响。死亡的接受，接受有限性也涉及到对死亡的接受，这可以减少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更加冷静地面对生命的最终阶段，从而更好地准备和计划。总的来说，接受有限性是关于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的结束。这一观点鼓励人们更好地珍惜时间，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远离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忧，以及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它提醒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用它来创造意义和快乐。马克·曼森在《活在当下》中强调了行动胜于空谈这一观点，强调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实际行动产生结果，行动是将愿望转化为现实的桥梁。书中强调，光是思考、计划或谈论不足以实现目标，只有采取实际行动，
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消除拖延和犹豫。许多人倾向于拖延、犹豫不决或陷入无休止的计划中。然而，行动胜于空谈的理念敦促人们克服这种习惯，勇敢地采取第一步，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突破恐惧和不安。实际行动有助于人们克服恐惧和不安。通过积极行动，人们可以逐渐增强自信，减轻焦虑，并更好地应对困难。学习和成长。书中指出，通过行动，我们能够积累经验，学到新东西，发展新技能，并不断成长。实际行动是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解决问题。许多问题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才能得到解决，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涯中。面对问题时，采取积极行动是找到解决方案的关键。增加自我满足感。采取实际行动并实现目标可以增加自我满足感。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是积极影响自尊心和幸福感的因素。建立信心。通过不断采取行动，人们可以建立信心。这种信心有助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并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避免虚度光阴。行动胜于空谈的理念提醒人们，时间是有限的，而虚度时间只会导致后悔。因此，人们应该积极利用时间，去追求他们的梦想和目标。总的来说，行动胜于空谈的观点强调了实际行动的价值。它提醒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计划和想法的层面，而是鼓励我们积极采取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并增强自信心。这一理念强调了行动的力量，以及如何通过坚定的决心和努力来实现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成功。